Anthropic 已经向美国 SEC 秘密提交 IPO 草案，这代表 Claude 背后这间 AI 公司正式踏出上市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它刚完成$650亿融资，投后估值达到$9650亿，接近1万亿美元。这种新闻很容易令散户产生一种心态：如果 Anthropic 真的快过 OpenAI 上市，会不会是下一个 AI 超级机会？我想跟你说，这支影片的重点不是叫大家追买 Anthropic，也不是预测它上市第一天升多少，真正要看的是这间公司凭什么值接近1万亿美元，它靠什么赚钱，成本会不会太高，以及如果未来真的上市，市场会不会用股价和成交量确认它是一只强势股。好公司不一定等于好交易，这一点在 AI IPO 热潮里尤其重要。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Anthropic 官方在6月1日公布，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秘密提交 Form S1 草案，为普通股首次公开发行做准备。Form S1 可以简单理解成美股 IPO 的招股文件，公司要上市，通常要在里面披露业务、收入、成本、风险和股权结构。但这里有一个重点，秘密提交不等于明天上市，也不等于上市价已经确定。公司只是先把草案交给 SEC 审查，等监管流程、修改和市场条件成熟之后，才可能公开正式文件。Anthropic 自己也说，发行股数和价格还未确定，IPO 仍然取决于市场情况和其他因素。所以现在不能把秘密提交理解成一定很快可以买，更不能把它理解成上市后一定上升。这只是第一步，但这一步已经足够令市场兴奋。为什么？因为 Anthropic 不是普通 AI 公司，它在5月28日刚完成$650亿 Series H 融资，投后估值$9650亿。官方也说，如果按照目前收入速度推算，一年的收入规模已经突破$470亿。注意，这是按目前速度推算的数字，不等于已经确认的全年收入，但这个数字仍然有参考价值。它代表市场正在相信一件事：Claude 已经不是小众 AI 工具，而是开始进入企业核心工作流。这就是这次 IPO 重要的地方。以前很多 AI 热潮，散户买到的是英伟达、台积电、Broadcom、资料中心、云端和软件应用，但真正做前沿大模型的 OpenAI 和 Anthropic，大部分时间都留在私募市场。如果 Anthropic 真的上市，公开市场就要第一次很严肃地问一家前沿大模型公司到底值多少钱。这个答案会影响 OpenAI， 影响 AI 软件股，影响云端和算力股，也会影响整个 AI 叙事的估值天花板。很多人会说 Anthropic 就是做 Claude， 这样讲没有错，但不够。如果你只把 Claude 理解成聊天机器人，你就会低估 Anthropic 的故事。普通 Chatbot 像一个聪明助理，你问他，他回答。但 Claude Code 企业版 Claude Agent 这类产品开始变成可以写程式、整理文件、分析资料、跑工作流程的 AI 同事。Agent 可以先理解成会自己拆任务、自己做下一步的 AI 助手，它不是只回答问题，而是帮你把一件工作分成几步去完成。这个差别很大。以前 AI 是工具，现在 AI 正在变成企业工作流的一部分。例如 Wiz 使用 Cloud Code 把一个5万行 Python 程式库迁移到 Go。Anthropic 官方案例提到，原本估计需要2至3个月的工程时间，被压缩到大约20小时。PDF 处理速度也提升超过2倍。Rakuten 的案例也很清楚，它使用 Cloud Code 后，平均功能交付时间由24个工作天缩短至5个工作天。Smartsheet 则提到，使用 Cloud Code 的工程师交付代码量是同组同事的3倍，PR 合并增加31%。这些案例不是要说 Claude 一定替企业赚了多少钱，而是说明一件事：工程师时间就是成本，交付速度就是竞争力。如果 AI 能把大型工程任务大幅压缩，企业愿意付费的理由就更清楚。而6月9日，Anthropic 发布迄今最强的公开模型 Fable 5，这对投资者来说代表什么？代表 Anthropic 的故事不只是要上市，而是模型能力仍在升级，产品仍在推进，企业场景仍在扩大，估值接近1万亿美元。听起来很夸张，但市场不是单纯在买一个 Chatbot， 市场真正买的是3件事。第一是企业需求。KPMG 已经把 Claude 整合到核心业务和超过27.6万名员工工作流，这代表 Claude 不只是个人用户适用，而是开始进入大型企业。对 AI 公司来说，企业客户比个人订阅更重要，因为企业愿意为效率、安全、合规和流程整合付更高价格。第二是算力供应，Anthropic
与 Amazon 扩大合作，未来10年投入超过1000亿美元于 AWS 技术，取得最高5吉瓦算力容量。它也与 Google、Broadcom 扩大合作，取得多 GW 下一代 TPU 容量。你可以把算力想象成 AI 公司的电力和工厂，没有足够算力，模型再聪明也跑不起来；没有稳定供应，企业客户也不敢把核心工作交给你。第三是工作流锁定。如果一家公司每天用 Cloud 写程式、处理文件、查资料、做分析，久而久之，它的流程、资料和员工习惯都会跟 Cloud 绑在一起，这种粘性才是市场愿意给高估值的原因。但我也要讲清楚，高估值不是免费午餐。AI 公司要烧大量算力成本，要面对 OpenAI、Google、Meta、xAI 等竞争，也要面对版权、数据监管和企业客户议价。模型能力今天领先，不代表永远领先；收入增长快，也不代表利润一定好看。很多散户看到热门 IPO，第一反应就是怕错过。但历史告诉我们，IPO 热度最高的时候，往往也是散户最容易犯错的时候。Renaissance Capital 追踪2021年大型 IPO，27宗10亿美元级别 IPO 中，只有3宗后来仍高于发行价，整组平均回报约负40%。CNBC 也引用 Bank of America 统计，2021年 IPO 上市后6个月，平均跌14%，而历史平均是升14%。这不是说 Anthropic 一定会跌，我的意思是，上市前故事再热，都不能代替上市后的价格和成交量。对我来说，未上市前没有 K 线，就没有技术讯号；上市后，我会看5件事：第一，看 IPO 定价和估值是否合理；第二，看首日和头几周成交量，资金是否真的愿意接货；第三，看股价是否形成整理平台，而不是第一天暴升后一路回落；第四，看突破时是否放量，回调时是否缩量；第五，看 AI 板块是否共振，因为强势股很少单独走出来，背后通常有板块资金支持。如果这5件事都没有出现，我不会因为故事很热就急着做决定。真正的顺势投资不是消息最热就买，而是等市场用价格和成交量告诉你，资金真的在买，趋势真的成立，风险回报真的划算。如果你是投资新手，我建议你先把 Anthropic 放进观察清单，而不是把它当成马上要买的股票，因为现在它还没有上市，没有公开完整招股书，没有交易价格，也没有 K 线。你要先看懂3件事：第一， AI 故事背后是不是真的有企业需求；第二，公开财务出来后，收入、成本、毛利和现金流是否支持估值；第三，上市后股价和成交量是否证明市场真的愿意用资金支持它。这样你就不是被新闻推着走，而是在用一套顺序做判断，先看生意，再看数字，最后才看买点。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投资不是追热点，而是建立系统。尤其是 AI 这种大主题，新闻每天都有，模型每天更新，估值每天被讨论。如果你没有系统，很容易今天被 Anthropic 吸引，明天被 OpenAI 吸引，后天又被另一间 AI 公司吸引，最后看了很多新闻，但真正下单时仍然靠情绪。所以我准备了一堂60分钟的银式技术公益课，免费教你先建立最基本的交易判断。这堂课不是叫你靠消息买卖，也不是叫你等我派股票号码，我会用更简单的方法带你理解3件事：第一，怎样找出真正跑赢市场的强势股；第二，怎样判断比较好的买入点，而不是看到升就追；第三，怎样在看错的时候控制亏损，不让一笔交易伤到你。Anthropic 现在还没有上市，所以这里不是叫你买 Anthropic，真正要学的是等未来 AI IPO、AI 软件股、半导体股、强势股出现时，你有没有能力分辨这是机会还是陷阱？如果你不想每次都在 AI 股升完之后才后悔，不想每次回调都分不清是机会还是风险，不想一直靠别人的答案做决定，点击下面的资讯栏，把握有限名额，先去听这堂免费公益课，先把基本框架学好，再回来看 AI、IPO、半导体、强势股，你的判断会清楚很多。这次 Anthropic IPO 真正值得看的，不是它上市第一天升多少，而是 AI 叙事正在从私人市场走向公开市场，市场要开始用股价、成交量和财务数字去验证前沿大模型公司到底值多少钱。我的看法很简单， Anthropic 可能是一间很重要的公司，但它现在还不是一笔已经有讯号的交易。先看故事是不是真的有企业需求，再看财务是否支持估值，最后等上市后的价格和成交量确认趋势。好公司不一定等于好交易，好故事也不一定等于好买点。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我们上传视频的通知了。
我们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通过实事来简单化的讲给你听。也请你把今天影片分享给你身边关心投资的朋友。我们下条影片再见。